在视频开头，大家先来研究一下这个骨架，有没有发现什么诡异的地方？仔细看的话，好像它确实要比正常的骨架多一层厚厚的骨骼，就像是一副骨质的紧身胸衣。恐怖的是，这不是什么骨架艺术品，而是来自一个活生生的人。你们能想象一个人会被自己的骨头锁死吗？这副骨架的主人便是如此。4岁以后，他体内多余的骨骼便开始四处疯长。本以为经过11次手术取出多余的骨骼就能恢复正常，可谁能想到，原来这种怪病压根就不能做手术。1933年11月17日上午10点24分，哈利·伊斯特拉克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女子医院出生。宝宝除了大脚趾有点畸形之外，其他的都一切正常。小家庭又添新的成员，让所有人都兴奋不已。哈利的父亲在铁路公司从事工程管理工作，母亲则是一名家庭主妇。在哈利之前，他们还有一个女儿，日子过得美满幸福。然而，在哈利4岁那年，快乐的童年生活戛然而止。当时姐弟俩正在外面玩，哈利不小心被一辆车撞倒，紧急送往了医院。经过医生的诊断，哈利的左腿骨折，需要打一个石膏，回家静养一段时间就好了。照理来说，小孩子骨折愈合速度要比成年人要快得多，可这石膏一打就是好几个月。等拆掉之后，医生惊讶地发现，哈利骨折的地方竟然一点都没有愈合，而且他的腿已经严重肿胀，开始发炎。一时间，医生也找不到原因，于是开了点消肿药，让他们回家观察情况。可没想到，哈利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他感觉自己的膝盖和臀部变得越来越僵硬，想动都不能动了。于是哈利再次来到了医院，这次医生给他们拍了 X 光，才发现他的大腿肌肉处竟然有骨质沉积物。这好端端的大腿怎么会又长出多余的骨头呢？没办法，医生能力有限，无法诊断出他的病因。当务之急是先安排切除手术，趁早处理掉这些多余的骨头。然而手术结束后没多久，神秘的骨头似乎又随机出现在了哈利的体内，他的背部、颈部、胸部很快就出现了同样的症状。就这样，哈利前前后后进行了11次手术，才把异常的骨骼全部都移出体外。可殊不知，这些手术只会加剧病情进一步恶化，新长出来的骨骼只会变得更厚更多，而这一切都归咎于一种超罕见的疾病 FOP。1938年，哈利被确诊为进行性骨化性纤维发育不良，简称为 FOP。截止到目前为止，全球确诊 FOP 的患者仅有800人，是世界上最罕见的疾病之一。各位想象一下，哪一天自己全身的软组织、肌肉都慢慢变硬而动弹不得， FOP 患者每天都在经历这些，他们的肌肉、筋膜、肌腱、韧带以及其他结缔组织会慢慢的骨化变硬。大多数患者和哈利一样，是在疾病或者受伤后才触发增生的。然而 FOP 最可怕的地方还不是长出新的骨头，而是随着新骨骼取代肌肉组织，并与现有的骨骼相融合，最终会导致患者无法行动，活生生的被体内的骨骼锁死，成为一具活石雕。因此 FOP 也被称为食人综合症。根据资料显示，先天性 FOP 患者一般伴随大脚趾畸形，有的会缺少一个关节，或者只是在小关节处有肿块。通常来说，第一次发病是在10岁之前。据史料记载的第一例 FOP 患者是在1692年的盖伊·帕丁，而第一次留下明确描述的患者是一名14岁的男孩。那是在1736年的4月14日，一名看起来很健康的14岁男孩找到了外科医生乔恩·弗莱克问诊。要怎么做才能治疗他背部长的神秘肿块？这病已经困扰了他3年之久。本来只有后背上有，后来别的部位也陆续开始生长。可经过乔恩医生的仔细检查后发现，那些所有的肿块其实都是骨头，它们从一根根肋骨当中长出来，并且把背部的所有部位都连接在一起，就像是珊瑚的分支，最后形成了一对类似于由骨头制成的紧身胸衣。当时的乔恩也说不上来这是什么怪病，只能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然而现在我们才知道这是基因突变的结果，仅凭当时的医疗水平根本就无法解释这种怪病。况且哪怕到了今天， FOP 仍然是一种严重的致残性疾病，而且没有有效的预防或者治疗方法。事实证明，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怪病，哈利的童年生活会相当的富足快乐。他平时喜欢在家听收音机和唱片，喜欢阅读，还喜欢和姐姐在一起看电影。据说在费城汉密尔顿剧院的第7排中央，哈利还有一个专属的座位，因为那里足够宽敞，可以让他完全伸展双脚，舒舒服服地躺下来。而且即使有人问坐了他的位置，剧场的工作人员也会提醒对方更换座位。可谁能想到，从一次意外的骨折开始，哈利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医生不知道 FOP 患者不能经历手术，所以在一次次手术过后，哈利的病情发展得非常快，变得越来越不能动了。
1944年，哈利再次住院，医生对其进行了研究，证实了钙化的平滑肌、肌腱和韧带确实已经变成了成熟的骨骼，他的身体已经永久性弯曲，脊柱融合，背部肌肉僵化。3年后，哈利已经没有办法自己坐下来吃饭了，而且他的下巴也逐渐开始融合，只能咬着牙说话，完全告别了固体食物。其实从那次被车撞以后，哈利的臀部移动的都非常艰难，骨头开始从上臂长出来，延伸到胸骨，将他的手臂绑在胸前。另外，背部增生的骨骼又延伸到他的头骨，阻碍了头部的正常运动。随着新骨骼的猛长，骨盆和大腿上又多了不少突出的骨头。据说有一年，哈利不小心将臀部撞到了散热器上，导致了淤伤。没想到这个伤口又再次形成了新的骨骼。然而10几年不离不弃的照顾下，哈利的母亲变得日益虚弱。终于在哈利20岁那年，他再也支持不住，忍痛把儿子送进了疗养院。可是随着病情的发展，此时哈利的四肢开始受到影响，逐渐丧失了活动能力。他需要全程有人帮助才能进行日常的吃喝拉撒。在疗养院期间，哈利的右腿不幸骨折，最后是以一个非常奇怪的角度愈合，从那以后便卧床不起。由于常年缺乏运动，哈利又患上了支气管炎，再加上肋骨骨化，他的肺也没有办法正常扩张，咳嗽也不好咳。直到生命的尽头，哈利只剩下眼睛、嘴唇和舌头可以动。他告诉姐姐，死后想捐出自己的遗体和医疗记录，帮助医生和研究人员更好地研究这种罕见病。最终在1973年11月11日，年仅40岁的哈利因肺炎永远离开了人世。为了更好地展示哈利的骨架，医生用细线和胶水仔细地将其拼接，然后捐赠给了费城医学院的穆特博物馆。这就是 FOP 患者的缩影，他们绝大多数都会被误诊，然后接受许多不必要的检查和外科手术，这样下去只会让病情雪上加霜。实际上，哈利的医生并没有关注到他的大脚趾有畸形。如果当时的医生能够意识到畸形脚趾与异位骨化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那哈利或许能够早点被诊断为 FOP， 至少可以避免一些没有必要的伤害。但这些都已经是后话了。自从哈利捐赠遗体后，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医生和研究人员参观穆特博物馆，他时刻提醒着世人，关于 FOP 这种罕见病，人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995年，这是卡罗尔·奥塞尔第一次见到哈利的骨架。虽然同为 FOP 患者，但眼前的一幕还是让卡罗尔非常的震惊。原来自己身体内部是这副模样的。他当即找到医生，表示了自己捐赠遗体的遗愿。不过还有一个小要求，那就是卡罗尔想让心爱的珠宝陪在自己旁边。卡罗尔出生于1959年4月20日，他刚出生就被诊断出患有 FOP。20多岁的时候搬进了疗养院，多亏了先进的辅助技术，卡罗尔至少可以不用整天被困在病床上。他深知这种罕见病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于是抓紧一切时间，坐着轮椅也要在城市之间走动。和其他女孩一样，卡罗尔也喜欢逛美术馆，喜欢买衣服，有空还会和朋友喝酒，谈天说地。另外，他还是一位疯狂的人造珠宝收藏家，热衷于收集金光闪闪的首饰，包括耳环、项链、手镯、戒指，甚至是头饰，这些都是他的挚爱。也难怪卡罗尔会提出与珠宝一同展示的要求了。作为 FOP 研究的教育者和倡导者，卡罗尔曾经访问过宾夕法尼亚大学，向即将入学的医学生发表演讲，并于1992年为该大学的 FOP 研究实验室剪彩。然而，随着疾病的发展，卡罗尔的四肢、下巴、肘部、膝盖和手腕陆续受到了影响。到40岁以后，他已经几乎没有任何活动能力了。在濒临死亡之前，卡罗尔只剩下3个手指头能动了。最终在2018年2月，卡罗尔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医院去世。虽然 FOP 患者的骨骼不会在内脏器官当中形成，但胸部周围的骨骼会收缩，导致患者胸腔很难扩张。这样一来，心脏没有办法跳动，最终便会疲倦。所以大多数 FOP 患者都是死于心肺功能衰竭。在卡罗尔去世后，他的骨架被安排在哈利旁边。这2名 FOP 患者，一男一女，一高一矮，又展现了各自不同的骨骼特征，为后人研究 FOP 留下了非常关键的医疗信息，是无法估量的宝贵财富。只可惜，由于病例实在太少，目前关于 FOP 的研究进展还是非常的缓慢的。回想他们被怪病困扰的一生，真是让人痛心。尤其是哈利，11次手术没有起到任何效果，病情反而更加的糟糕。这对于一个弱小的生命来说，无疑是太过无奈。即便身体被体内的枷锁禁锢着，但他们还是积极面对这一切，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奉献给医学界，真是令人动容。我想，所有患者都会经历从绝望到释然的心路历程。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即使绝处逢生，也应该努力地活下去。最重要的是，每个人的生活并非只有阴霾，也可以变得很有意义。希望这种罕见病的研究发展能够早日有所突破。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